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1月9号。昨天比特币视频聊到100倍期货合约平仓的价格，今天不然来讨论一下。一些朋友在问现货什么时候要卖，我的观点是现货比特币不到50万美元个人不会卖哦。等下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来跟大家讨论一下50万美元有没有可能，包括短线的比特币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言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月线啊，因为天天有朋友在问比特币3万5了、3万6了，能不能买？那这1年多想跟大家讲，从2万开始抄底，去年的时候这个区间买，或者是这一路上来也是希望朋友们有资金尽量买入比特币跟以太坊。很简单，我们看它的月线。月线历史上有规律，顶部到底部的位置，18年到19年是跌了12个月，那后面它涨上去涨了多少个月？那现在我的观点才涨了几个月啊！你可以看一下后面这种抛物线的行情都还没有出来，所以很多朋友在问我还能不能买比特币，我没办法回答朋友们的心态。如果是我的资金，我肯定会继续买。早在去年的时候，或这一路上来也都是一样，有资金就继续买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，因为这种抛物线都还没有看到。包括15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涨到这种位置才涨了不知道多少个月，后面还有这种抛物线的上涨，所以现在有看到吗？有可能只是刚刚开始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一样，顶部到底部的位置，它是跌了13个月。然后历史上19年也是12个月，或者是这一次22年比特币的底部也是12个月，所以有这种规律。现在看历史的这种走势，后面它是这种涨的情况下，问我要不要买，自己参考哦。我的观点是，你不要把手上的法币当作钱，那一些法币是最大的庞氏骗局。我的观点是尽量买入比特币，不要去管短线或者中线的波动，或者担心有没有这种黑天鹅事件。不用去担心，你如果担心，我的观点是可以一半一半去对待，相信比特币未来肯定会给你带来财富自由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这张图表啊，因为有发现历史上有这种规律，比特币在对数图表里面去观察一下对数的黄金比例，它历史上有预测的一个价值啊，特别是从历史上，比如说14年的顶部到2015年的底部。这个空间你去画一个黄金比例对数，预测一个 2.272 的一个空间，有可能这整个下跌的 2.27 倍就是未来比特币的顶部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这一波牛市的上涨，我们去观察2011年的顶部到2012年的底部，这一个熊市下跌的空间，它未来上涨牛市的顶部有可能是这一个空头走势的 2.27 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2.27 倍的位置，就是在这个高点的位置，也就是2013年或者14年比特币的顶部，当时是在1300美金附近。至于这个预测目标未来50万有没有参考性，里面还有一些观点啊，因为根据目前的一个宏观环境，我等下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。不过老粉丝应该知道这个怎么画啊，我们照顾一下新粉丝。我们用对数的这个图表，然后选择这个黄金比例尺嘛，从比特币14年的高点到2015年的底部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双击这个黄金比例尺，把0跟1勾起来，还有一个 2.272 你要选中，完了之后我们把下面的这个对数的黄金比例尺给它打勾啊，就可以发现比特币在历史上有这种规律。然后我们回到我周线的这张图表啊，12年的牛市有这种参考性，或者是16年、17年的牛市有这种参考性。不过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2017年到2019年的这一波牛市，或者是2020年的这一波牛市，它这一个熊市下跌的空间有一点不太准啊。我们从这个高点拉到这一个3000美金的低点，可以观察一下它后面空间预测的目标是在20万，但是最终比特币在2021年的高点它是在 69K， 所以这个位置为什么没有参考性，我也是一直在思考，当时的宏观环境有可能不支持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在2021年的3月份这个位置开始
整个全球的宏观环境，美联储那边就有预期未来要开始加息，所以它后面涨到这个 69K 的位置就截止了，后面就开始下跌。不过我们有发现比特币在2019年的这个高点到疫情的这个低点也是具有预测的一个价值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波熊市后面比特币涨到 69K 的高位，它这个 2.272 的空间目标也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前面有跟朋友们讲过，现货我的观点是尽量抱到未来更高点的一些位置，你如果不缺钱，我的观点尽量把比特币抱到未来，都不要卖出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黄金比例也是从 69K 的高点到这个 15K 的低点，它未来预测的目标是在46万附近哦。那这个空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我们要从其他的一些环境来思考，因为朋友们都知道，现在美联储的利率是在5上方的高位，比特币都能涨了这么多，1倍多。那我的观点是，未来如果美联储降息，比特币完全有可能会涨到40万或者50万上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啊，昨天不是有跟朋友们提到，这一个上升盘整的结构是非常的强势啊，而且价格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一天收盘价是在这个影线下方，所以现在盘势是越走越高，主力根本就不给一些空方派重新买入的机会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这几天的量能啊，价格温和的上涨，或者是量能也是温和的放大。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健康，不排除整理，后面应该是会继续涨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 KD 指标，也是再一次减差，短线价格是过高了。那昨天有跟大家讲到，不要去管这个位置，现在是短线有一点背离，但是我的观点，趋势大于一切啊。像这种背离，它是有量的结构，因为量能是温和在放大，只要有量，不排除我的观点。不要去管背离，不排除有没有可能走个2次或者3次背离以后，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高点的位置会有一个中线的回撤，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短线的压力。有朋友在问压力要怎么来观察，这个 37K 附近是短线有一个压力区哦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当时下跌的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这一个区间下沿的位置连到这一个区间嘛，到这个下沿的位置，它在 37K 附近是有一个压力区。不过我的观点，后面应该也是会去挑战啊。现在趋势既然是向上的情况下，我的观点不要随便去做空比特币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